他父亲就是个猎人。他父亲到73岁左右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就疯了。他一发疯就是说：“你杀了我一家30多口啊！”就是你能感觉是有的就像一个兔子来报复，有的是狼来报复。他发出的声音、表情和说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动物被杀的那种对他的报复。在早些年，10几年前，在美国有个医生，是个老外啊，他其实给人看病也挺累的。外国人工作又比较认真，他这个8小时是真累得慌啊。他有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呢，就是几个医生朋友走打猎去吧，他不觉得打猎是杀生，他觉得是好玩。他也不知打过多少这些野生动物了，所以有一天看见一只梅花鹿，就瞄准打，砰一枪一打呢，这子弹没响。他这猎枪嘛，他就说这什么质量啊，换个子弹，换一个子弹上来之后，那个鹿还在那儿没跑呢，鹿没发现他，砰一枪可响了，可响的把他炸得天昏地暗的，那个枪管爆炸了，那子弹没射出去，自己在枪膛里爆炸了。那一醒过来之后发现，哎，枪也飞了，就自己大拇指少了一个，就右手大拇指给炸没了。他是医生出身，他立刻清醒过来之后，我的手指头在哪？赶快找回来。找回来，他医生嘛，我回医院给他缝上去。他那个旁边看的几个医生吓懵了，赶快帮他找手指头。等找回来之后，尽快的赶回医院去，给他标准式的缝上。缝上1个月之后，又给他切掉。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把他痛的呀，痛到求死不能啊，求生不行啊，反正入地无门呐，就是反正是没路可走啊。那医生他都熟悉啊，他也是老医生了，说还得切掉吧，啊，说要不转个面缝上，缝了的时间还疼，再转回来，再切了，再缝上，3、4回，弄几次之后，这个手指头变黑了，就坏死了。如果不把它切掉的话，最后可能切这个手臂的，就是这个手指头没了，它还疼。一般止疼药根本没办法，所以给那个癌症晚期疼痛的人用的杜冷丁、海洛因之类的那个胶贴贴在这个手臂上止痛，像吸毒一样，最后他就染上毒瘾，说几小时必须换这一贴，这个药吸的没了，吸了就再贴。其实麻醉的方法让自己感觉不到疼痛。那么我认识他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发生了4年了，没有一刻不痛的。当然好消息是，遇到我之后，我呢先给他念佛，完了之后我给他用法力治了3回，他的疼痛就消失了。疼痛不痛了，但是贴这个毒品呢贴上瘾了。他说不贴的难受，不贴就光想打人要发疯，就这个弄的他们给他减量他就受不了。你说这都是杀生，他杀了多少生啊？他枪法准啊，恐怖吧？我还认识一个特别熟悉的，是一个老弟子老郭女士啊。当时我30多岁，她家是东北的，她那个地区啊，她的家乡就大兴安岭后头那大树林子。她父亲就是个猎人，她父亲到73岁左右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就疯了，疯了之后经常是光屁股往外跑。完了之后跑的时候手里拿个东西，就是一把猎枪，他们家人就得跑着一个把他追回来。如果弄不好，他拿猎枪就打你。有一段时间呢，他那个犯病犯的比较轻，就是基本正常。说过年了，亲戚朋友都来了，爸爸的妹妹过年回娘家来看他，他给人吹牛，你说我那个猎枪双管猎枪，说我都不用瞄准，这一甩那个枪的方向，那个动物就给撂倒了。这你看我枪法多准，那小兔子机灵不好打，对不对？它小啊，体积小，我一样，只要我对准它，它就跑不了。他说就拿那个专门就是擦枪的那种长条筒，他在擦枪管呢，拿那个小木棍不是小棍子，铁棍就捅那个枪管在擦，根本就没子弹，对不对？猎枪子弹是装到枪管里的，里头有没有子弹你能看得见，子弹现在没有啊。因为他疯了，子弹早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啪，合上之后说：“嘿，对他妹妹说，你就是条大野猪。”我啪一枪，结果那个枪就真响了，把他亲妹妹当场肚子打个窟窿，当场他妹妹痛苦而死。一看
他把妹妹打死了，他那精神病又犯了，又光屁股跑了。哎呦，跑到哪里？跑到山林里头，像小兔子一样，趴在树下往树根底下拱，往树根底下钻，见洞就往里钻。他一发疯就是说：“你杀了我一家30多口啊！”就是你能感觉是有的就像一个兔子来报复，有的像一个梅花鹿来报复，有的是狼来报复。他发出的声音、表情和说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动物被杀的那种对他的报复，也挺奇怪的哈。这种病，挺奇怪，我们也不太好理解，并且很麻烦的什么呢？老郭的有几个孩子，身体还凑合，可是他这几个孩子结了婚之后，他的第3代，他的外孙、外孙女，几乎身体没有一个好的，都是先天性的一些严重的疾病，非常的恐怖，它会祸及到后代这件事情。哎呀，所以啊，不能去刻意的去那么多的杀生。